全然虫とは見えないよ。確かにもっと恐竜っぽいだ。でも恐竜も虫じゃん。恐竜も虫？对哟。面白い。Hello，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Roy 刚做的一个网站 ，Fakemon 的生成器。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嘞？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参数，然后让它乱数生成假想宝可梦的数。那这边的话是可以选择，比如说你是要一般的宝可梦，或者是像是那种幼基拉斯之后会进化很强的，像接近传说中宝可梦的等级的宝可梦，或者是真的是传说中宝可梦等级的。那后面这个数字是代表那个总参数的量，参数的总数这边会还有个 total。对，那我们就先示范一般的宝可梦。那有3阶进化，或者是2阶或1阶嘛。那当然这里它其实可以支援到5阶，超多阶齁。就是那我们一般最简单来讲的3阶，这边就会变成只有3个进化去做设定。那这边的话是说，你想要每次的这些参数是以多少单位做变化？那先示范一次哈，比如说以5来讲的话，就这边的参数都会是以5的倍数来做变化。那如果是10的话，就是10的参数在10的倍数做变化，大概是这样。然后再来是会有尺寸，这只宝可梦的大小跟它的那个饮食习惯是杂食或者是草食或者是肉食，然后还有它居住的气候环境跟它居住在的地理状况，跟当然最重要的是它的宝可梦属性。那有主要属性跟次属性，那也可能乱数生成成只有一个属性的状况哈。我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那有趣的事情是，当你按下那个乱数生成之后啊，它的背景会依照这边的数据去做变化。比如说它现在是一个热带，容易有对流下雨，然后它是住在海岸边的状况哈，所以它的背景就是会设计成一个流线的海岸的形状，然后跟那个它的2个宝可梦类型会变成后面的渐层颜色，那个妖精跟黑暗 dark 黑暗吧，对，那就是去做乱数生成之后，背景都会有变化，可以从颜色还有这些图案去快速了解。那其实主要还是看文字啊，只是后面的这些变化，我个人是觉得蛮漂亮的。好，然后当这里决定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往下去看你的每个每阶的进化，也是可以去做变化。那我们得到这些数据之后，就可以依据数据来做自己的设计咯。普通サイズ何でも食べる冷たいところ、氷とか雪の場所に住む。そして海の近く、鉄。2番目タイプは虫。完全不知道虫系要怎么画，所以一开始是朝蜥蜴的方向去画，脸就是长得有点丑，所以想说画的可爱一些。できた。難しいテーマだな。はい。OK。わお。まあ僕のは、鉄と虫ですが、ちょっと硬そうな虫欲しかったのはそんな硬くないかな。もっと虫は結構出る。そして僕が考えた、そしてその寒いところに住むなら、じゃあやっぱり超寒いところまだ細長い。そしてスピードも結構速いから、速そうな感じ。そして攻撃力も必要ですが、ただの手を上げるの。
手を挙げる。そしてそれは勇気を放るも助けられるかなと考えた。よくデザインしましたね。はい。じゃあ黒のはどうでしょうか。全然虫とは見えないよ。確かにもっと恐竜っぽいだ。でも恐竜も虫じゃん。恐竜も虫でしょ。まだなんか例えばヤモリのその方の虫が全然外れた。結局バグでしょ。バグ虫。そうですけど。まあだいぶ面白いけど思わなかった。ヤモリの多いに来た。まあとりあえずその方の虫にした。OK 大丈夫や。何か変えたならいい。はい。じゃあ。所以接下来是看了参数之后，它变得比较 HP 变高，防御力变强，其他差不多，所以就是变大只。那就继续用原本的设计，将错就错啊，反正虫都画成爬虫了，就继续画成恐龙的样子，变成大只，防御力变强，所以就多一些铠甲的部分。阿罗的部分，它就是依照他原本说的第2阶是有点像是蛹或者是茧的阶段，所以它的4肢，应该不止4肢，6肢就是有一点形状改变，然后附到身上，感觉是有点像变成蛹或者是茧的状态，虽然我看不是很出来。最后一阶的话是它的数值，再度的防御力都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一些。那当然就在变得更多铠甲的部分，然后因为速度也变快了，想就是说就让它站起来，可能跑比较快。好，最后这就是我们2个分别完成的样子，1阶到3阶。我的莫名其妙变成龙的，还有Roy的非常写实的生态，从小小只的虫越变越大只，有点像，是叫什么龙虾，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